Sportback 和很多人都被外观种草的蔚来 ET5T， 究竟谁才是我更喜欢的纯电瓦罐呢？其实这两台车的上市时间都不短了，但是讨论热度在网上一直都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两台车找到了一起。首先声明啊，这一条视频是完全没有充值、完全没有广告的。那我右边的这一台 E5 Sportback 呢，它是我们公司的工作车；左边的这一台 ET5T 是我们公司同事刚刚提的新车。那今天呢，我们就少说数据，我们就纯主观的来说一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更喜欢哪台车？其实，在拍这条视频之前呢，这两台车我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去接触过、试驾过。那其实单看 E5啊，你会觉得哇，这台车感觉很惊艳的样子，因为确实它整个的外观的科技感很强，然后包括它前后的这个可发光的格栅，它就是原创度很高，而且记忆点非常的强。但是当你把 ET5T 再开进来，两台车一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蔚来 ET5T 它确实整个车的车宽要更加宽一点。那这一点呢，尤其是你站在车尾，感受会更加明显一点。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ET5T 它用到的是一个贯穿尾灯，在视觉上它的宽体效果会更加的明显，那它呢就会更加的耐看一点。那这两台车它所带来的感受的差别，其实就在于，那 E5 Sportback 它可能在每一次你下到地库看到它的第一眼，你都会觉得哇，我的车好帅啊。那蔚来 ET5T 它所带来的不同呢，就是它的感觉好像更加的细水长流一点，它更像是某一次可能你在路边摊吃面，你回头看到自己的车停在路边，你突然就很有一种想拍一张的欲望。那在颜色选择方面呢，我觉得 E5 Sportback 这台车最奥迪的一点就是它就像是 A8 就只能选黑色一样，这台车还真的就是我觉得黑色这个颜色最好看。那但是呢，你会发现我身边的这一台黑色，相比起 ET5 的黑色，它们俩还是有点不同的。那 E5 Sportback 它的黑色呢是略带一点灰色偏绿色的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那 ET5T 呢，这台车是一个纯黑的车色，但是其实我去网上看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包括我之前去试驾的时候也试驾的是浅色的车型。那我个人觉得我是选不出一个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你会觉得每一个颜色放在它身上都非常的合适。那这个就来源于它非常协调的比例。那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的比例都是恰到好处的协调，而且呢，每一种颜色你又能同样的找到它所对应的一个改装的风格。那最后呢，就是我的个人想法啊。那确实这两台车其实外观方面，网上的讨论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我个人觉得呢，我还是更喜欢 E5 Sportback 的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我开我自己现在开的车，我就经常会看到我的车，我觉得哇，我的车好帅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台车外观能带给你最大的情绪价值，就是它时不时的就会惊艳你一下。好，那我们再来说他们两个的车内。我真的很怕我再这样说下去，大家会觉得我在打广告。但我真的非常喜欢 E5 Sportback 的这个内饰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超广屏，它确实能够让车内的科技感、氛围感更强。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在我刚上车的第一眼，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非常强烈的震撼，那可能也是行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它的这种使用上的好的体验感，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我在驾驶过程中，它通过一些细节给到我的。首先就是我连蓝牙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这套车机它用的是一个8295的芯片，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细腻度、流畅度都非常好。然后呢，在驾驶过程中，我还用到了它的语音助手，响应速度也非常的迅速。然后就是整个车内在设计的细节方面也有很多的小巧思，比如说你看门板上它这种比较有层次感的木纹装饰，然后包括它在扶手台这里，它的空调温度的控制的旋钮的阻尼做的也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它这个语音模块了，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点一下就可以召唤语音助手，但是它还有个隐藏功能，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画一些小图案，然后这个画的图案你在画的过程中你会觉得非常的解压。你比如说我画个心，它这个声音，然后包括它会触发一些比较小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当然呢，这台车它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啊，比如说这个小模块，它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留指纹。
那确实啊，我很喜欢E5 Sportback 车内的这个氛围感，但是呢，其实ET5T 它的内饰也并不丑，而且它其实更加符合我们现在的主流的审美，就是更加简约化，而且呢，所有的操作基本都集成在这个大屏中，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你想要找到的所有操作都在这块屏幕中。当然呢，你也可以去呼唤 Nomi， 并且呢，它是会根据你呼唤它的方位去调整它的这个朝向的。Hi Nomi， 你看，然后包括他的脸上会有一些小表情啊等等的，它的整个的交互感就会更加的有人感。那相比起E5 Sportback 呢，它的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更加适合家庭，比如说小朋友去使用它，然后它的智能感也会更强一点。然后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当时我在做2台车的功课的时候，我去问我的同事，我问他就是 ET5T 有没有 CarPlay， 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那这一点的使用体验上，我觉得它的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还是更喜欢E5 Sportback 上面的那种设计。那我个人觉得，我就是一个会因为它好看，所以我买它的人。那纸上谈兵还是不如亲身一试，我们上路看看这2台车开起来究竟有哪些差别。都说有 Quattro 的奥迪才是真奥迪，那我今天开到这台车呢，也是带有 Quattro 的版本啊。那整个车开起来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它真的还是比较偏向油车的感觉。那虽然说它作为一个电车，但它开起来没有那种我们经常在纯电车上能开到的那种船的感觉。然后呢，整个的取向依旧是比较的偏运动取向的一台车。那再有呢，整个驾驶起来的感受，它就是足够的平顺。那再有一个体验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动力是足够的，它的电感强，同时又足够平顺。再加上呢，这台车它会让我很敢踩，因为它在动力强的同时，它的制动力度又是足够的。那我觉得一台足够偏运动取向的车，你最大的一个好的体验感就是一定要让你敢踩。那这台车我觉得让我最喜欢的点就在于这里。那至少它是在驾驶欲望上是给够你了的。当然呢，缺点肯定也有啊。首先一个就是，毕竟它是电车，所以说，因为我朋友他是有一台 A4，我经常去开那台车，然后你再去一下子换到这台车上，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台车它首先一个坐姿确实高，再有一个就是明显感觉到车更重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每一个电车都绕不开的一个缺点。那如果说你去选择纯电车呢，我觉得应该也是能接受它的这个小缺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台车上它选装到的这个电子后视镜。那对于我们经常用这种物理后视镜的人来说，我觉得它是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的。首先一个是它确实对于你跟后车的距离判断不是非常的准确，它是有点反直觉的。像我昨天在地库就刚看上这台车去地库停车的时候，还是蹭了好几把才进去。但是呢，其实你习惯一下，你还是能发现它的好处。一个是在我们打灯变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台车它会切换一个更广的视野，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关于路面的信息。同时呢，如果是晚上，比如说有远光或者是下雨的情况下，它的视野相比起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这种物理的后视镜，其实清晰度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说它就是有利有弊，它有一定的学习成本。不过呢，你习惯之后，你会觉得它还是好用的。好，我们再来说蔚来 ET5T。那其实这台车它的老款之前我们是去赛道试驾过的，当时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它的整个的性能啊以及操控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出色的。只不过呢，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确实坐姿还是有点偏高了。即便说现在新款它把坐姿稍微调低了一点，没有太多那种上面这个天花板在压着你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高的。那这个呢，也是 ET5T 每个车主我觉得都会吐槽的一点嘛，我们的同事也吐槽过这一点。
再有就是这一次新款它加上了 CDC 的减震，所以它的整个的操控感受包括底盘的滤震性能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两台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油门踏板的响应灵敏程度。那其实E5 Sportback 那台车呢，你开着即便是在运动模式下，你还是虽然说电感很强，但你依然能从它的踏板上感觉到它是一个比较偏向线性的动力。我觉得他们更想给我们营造出一种燃油时代我们性能比较强的油车会给你带来的那种加速感受。但是 ET5T 这台车呢，它真的就是纯粹的电感的性能的取向，尤其是当你去切到它的运动加的模式，它油门踏板响应非常的灵敏，就是你只是轻轻的一点，你看它就会给到一个你很明显的很窜的力。那这个呢，你就会觉得哇，它的脾气一下子就非常的暴躁了。那这个其实跟这台车它自己的舒适模式，它们俩的脾气相差也是很大的。那再有呢，就是 ET5T 这台车，它的整个方向盘手力要更轻一点。我个人其实会更喜欢手力偏重的一个操控感受，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打起方向来，我会觉得更有那种驾驶的欲望。那所以说呢，整个的驾驶感受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更加喜欢 E5 Sportback。当然啊，以上的这些驾驶感受其实单纯就是我自己的喜好，我更喜欢E5的那个风格。但是 ET5T 的风格呢，其实它确确实实就是一个 GT 旅行车该有的感觉，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开的标的。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蔚来这个品牌啊，相比起奥迪，它还有一个其实在所有的汽车品牌里面，他们都比不上的一个杀手锏，就是服务。那其实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蔚来车主对于蔚来服务的运用，简直达到了让我叹为观止的地步。在没有人开工作车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摇来一个人直接帮我们开工作车。那同时呢，还有不定时的咖啡券、电影券等等这一些服务。那这一点呢，确实奥迪包括乃至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部分品牌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蔚来 ET5T 相较于奥迪 E5 Sportback 它所有的一个优势，其实就来自于蔚来的这些衍生服务，比如说换电，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一些。那确实，在你想要足够的驾驶感受以及一个足够好看的外观的前提下，你同时还想要蔚来的这种服务，那 ET5T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我同事在提车之前的试驾阶段，我就知道这事儿。我当时觉得这台车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最合适、最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确实主观上我会更加喜欢 E5 Sportback 这台车，因为不管是外观、内饰的设计，然后包括它整个驾驶的感受，确确实实都很对我胃口。那其实对于我一个燃油党来说啊，我个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市面上大热的智能化配置，然后包括智驾、激光雷达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没有那么的感冒。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我个人是更加喜欢自己去开的。所以说，一台车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好看、好开，同时它的智能化配置方面就有个 CarPlay， 对我来说就完完全全够用了。所以说，奥迪E5 Sportback 这台车真的非常对我的胃口。那我们最后在此声明啊，这条视频纯粹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完全没有广告，没有充值。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这两台车，你更喜欢哪台车呢？